我觉得有点可怕，就是说，现在都在讲疫苗外交，台湾感觉上没有什么资格跟人家打什么疫苗外交。你看，有可能在这块是输惨了，因为这2天不是讲说洪都拉斯，因为他们跟中国没有邦交，他是我们的友邦嘛，但是他们只好透过了其他像萨尔瓦多已经跟我们断交的，去跟中国大陆能不能买疫苗。那中国大陆也说得很直接。他就讲一中原则，对，他还是讲这个，对。那据说这洪都拉斯呢，也要在也要设什么商务办事处了，在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这有一些就是你看得出来，台湾其实这方面岌岌可危，但是台湾力不从心啊。我就讲，这就是我们讲邦交国又要掉了吗？对，屋漏偏逢连夜雨。不过说实在，邦交国掉哈，民进党也不在乎啦。民进党从来没在乎过邦交国掉一个、掉5个、掉10个，他其实民进党无所谓啦。就是说，邦交国是掉越多，他都觉得对他的那个说整个执政声势是越强，而觉得是中共又在打压我们。那我都知道他们怎么讲，你看中共就是这样子，对不对？还拿疫苗去要挟我们的友邦，对不对？那对台湾真的处心积虑的打压。就是 WHO 一直搞说多少国家这个所谓的那个议会宣布支持，多少国家联名多少国家什么我 GT 那个 G7 的那个外长会议你知道那些叫做口头支持，是台湾要加入我支持你，对不对？请问美国有没有提案？没有啊，没有啊。布林肯也是口头嘛，对，口头啊，可是你知道马英九时候进到 WHO 是大家都同意耶，对，因为你要进去要大家都同意，是啊，我需要一个在旁边说千惠你很棒，对我支持你，加入。可是你到那边去表决，拍谁没法度，我没办法，我要这种支持吗？我要的是就是要参与嘛，蔡英文就是让台湾被踢出来，对，这就是唯一的事实，这么简单。5度碰钉子，对不对？他执政5年嘛。那我用一句台叫“袂晓塞成香 K 瓦”嘛，就是不会开船就嫌这个溪流太弯了到现在艾克法蔡英文爱用的不得了，对不对？抱着艾克法的大腿一直舔，也不肯放，对不对？这是马英九帮你弄的东西啊！你现在跟我讲，你说这个叫做跟中共跪来的，你真有骨气，你艾克法不要嘛？事实就是你蔡英文让台湾被踢出 WHO， 而且现在还进不去，怎么样都进不去，还进不去。可是重点来了。民进党逻辑很简单，你觉得民进党真的在乎进 WHO？ 没有，他不在乎啦。没有周五的时候，绿营还要提案谴责中国。对啊，他只在乎谴责中共嘛。没有，陈时中也要递交抗议信到日内瓦。对，他只在乎抗议嘛。他们要的就是谴责抗议，然后这个为仇中反中加温加能量啊，然后他的选票就会增加。我们有这么多动作，看起来机会渺茫。机会不大啦，但是我也要讲说，机会不大，永远当然不是零啦，还是要做，而且民进党就是没有发生的事情都不算嘛。你到5月24号之前，对不对？你都不能说无法加入，对不对？对。那如果真的加入成功，哇，那不得了，那就是他好棒棒嘛如果不加入成功，他一样好棒棒啊。为什么？你看我为了我们的主权，为了我们的尊严，我们跟中共战到最后一兵一卒，战到最后1分1秒，我们没有放弃啊。我们谴责中共，是你们在阻挠我们啊！你为什么要阻挠我们加入 WHO？ 我也谴责谴责很容易谴责需要掉1块肉吗？花1块钱吗？没有，发个谴责声明有那么难吗？问题是无法加入啊。所以从头到尾他没有想要加入啊。那你看现在整个的所谓的全球的那个防疫措施，就像我们讲疫苗这件事情，你疫苗为什么今天搞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这个政府就是他只有101招，懒惰嘛。他所有东西只要不顺利就推给中共嘛。你推给中共确实有效啊，就是有效反馈啊，对不对？选票就是这样来的啊。可是问题来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你推给中共是在政治上有效，对，可是它无法解决我们疫苗买不到的问题。就像说 WHO， 我可以把中共所谓的祖宗8代全部照3餐轮流骂18轮骂完了以后，你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进入 WHO 的问题啊。同样的。疫苗采购，我们的主力，你把中共照3餐骂18轮之后，你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我疫苗采购的主力啊。而民进党执政就专注在解决提出问题人的政府，你只要去质疑他就说你中共同路人。怎么办呢？可是我看到，其实对民进党政府来说，对蔡英文来讲，他其实现在最担心的感觉是公投，对不对？对啊，我就讲笑话嘛。公投，疫情是其次啊。对，千惠，你的脸书，我问你你的封面多久换一次？
我比较懒啊，我还蛮久才换一次的。你有些人哈，那个可能半年1年才换一次，我差不多。久的话我差不多。那就算再怎么频繁的人哈，大概你说1个月2个月换，也就算很频繁了。是很频繁了。所以你通常会把它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放在你的山头嘛，对不对？就你的封面嘛，对不对？蔡英文不是贴文哦，贴文是每天都要贴，对，他是换封面哦。他认为当前此时可预见的未来这一段时间前后，全台湾最重要，他最关心，身为总统最在乎的事情就是反对4个公投。你说是啊，对他来说，对，那疫情当下。你贴个贴文我都觉得很离谱了，结果你是换封面，好，然后我骂了嘛，骂了以后他就马上就把封面又换掉，又换下来了，封面有换下来，撤下来，换别的封面，换疫情啦，疫情啊，就那我说笑啊，我说蔡英文你是要颁我一个什么国策顾问吗？还是颁一个什么一个勋章？不是嘛，我是真有。那他现在那些幕僚是睡着了还是怎么样？我跟你讲，我就说啊，还是这大家的真心。我觉得蔡英文根本没心啦，就这么简单啦。要不只是幕僚的问题，发也都会让小英看过。对啊，他一定看过嘛。那请问你看过，你还要让这个东西发，原因是什么？你就不在乎疫情嘛？对。你在看到幕僚跟你准备要发这个东西的时候，你那时候正在应该是你完全知道疫情的状态。所以你一边疫情的情报进到你这边来，一边你看这个脸书贴文，然后你说发。对。你觉得夸不夸张？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也是一般人不会体会到的，我也特别有感。为什么？因为我曾经因为马英九脸书被告过贪污，我超有感的。对，为什么告贪污？那很离谱的，就是马总统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对不对？他要选举连任的时候，他就说叫我总统府发言人辞掉，我就去当竞选办公室的副执行总干事。好，然后我去副执行总干事，我就先建制了一个脸书的维运小组。然后呢，本来总统的马英九的脸书是总统府有一个脸书的小组在维运的，我就说你们不准，从此之后不准再碰总统的脸书，因为不要让总统府领薪水的人来去经营他的脸书，我们就把它整个切到所谓的由选办来经营脸书。好，结果呢，我们做到这个程度，我被告贪污。为什么？他说马英九的脸书就是国家的。我不管你的维运的人是不是竞选的人，但是他的脸书本身是国家的。国家的那个马英九发选举的马英九的文章就叫做贪污，然后我是马英九的小编，我是贪污的共犯，这逻辑你觉得好不好笑？对，好，那按照这个逻辑，现在动不动这个举国大事，蔡英文都在民进党中央党部宣布，那是就党国不分呢？来了，现在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请问现在蔡英文总统的脸书是谁在维运的？我跟你保证，就是总统府里面的小编编制在维运的，谁领谁的薪水？领国家纳税人薪水。那你在贴什么反公投的时候，请问你是在帮政党做事，还是帮国家做事？对。那你这样算不算贪污？我不是用罗智强逻辑哦，我用你民进党逻辑。我已经把人都切到外面，你都叫做贪污，你还是用总统府的人，请问是不是贪污？不过他们可能逻辑也会说，因为莱猪是国家要进的，对，所以这个是国家政策，对不对？我要这样讲啊，为什么？你看我哈，分际在哪？我觉得人的分际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不知道828要公投，是好像我有时候到地方的里邻活动，因为里邻活动基本上它有一定的中立性，好，可是我都去那边，我是宣导什么？我不是宣导反莱猪，我都宣导828有公投，是。828有公投是国家的立场，这个公投是你每一个人你要投赞成反对都尊重，但是你必须知道828有公投是国家的公投，我都要做到这个程度，我不会直接讲说反莱猪哦，我就讲说828有公投，你蔡英文也一样啊，你要反对你要反莱猪，对你到你的中常会去反啊，是你今天做国家元首公投这件事情，你就有一个所谓行政中立的问题，好。就算我不讲公投，蔡英文在总统脸书发选举文，那不是1天2天的事了吧？可是啊，你看哦，现在即便是这个样子啊，公投啦、疫情啦，还有前阵子还有黑道、民党染黑啊，这些，真是火在烧，是遍地烽火哎。可是为什么《远见》杂志做的民调，小英的民调还是他执政以来的新高5%哎？为什么？我就讲很简单嘛，其实我也觉得蛮好的啊，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今天
大家扪心自问，平心静气的去看这一段时间的台湾，如果你还认为蔡英文好棒棒的话，那台湾就是继续沉沦也是应得的啦。为什么？我问各位，我真的就在市政府咨询过柯文哲，我说，请问，不用讲别的哈，我在台北住20年，就拿20年来看好了。20年来，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个黑道贩毒的、诈欺的，然后在北投横行多年的一个黑道，他就是因为有个民进党党政，然后可以大摇大摆走到警局里面去兴师问罪，还可以借提他的小弟。我说你看过台湾的黑道何时嚣张到这个地步？有政党当靠山就可以干这种事情。他说一句话，请所有网友告诉我，你看过吗？他说他这辈子没看过。千惠，你看过吗？我知道台湾有黑道啊，国民党可能也有一些过去有黑道的背景的人啊，民进党也有啊，台湾的黑道永远都有啊。可是什么时候黑道可以堂而皇之走到警察局去兴师问罪？是我没想到可以做到这个份上。对，那就代表嚣张到什么程度？对。那第二个，我就要问台铁当然过去有出包的记录，对不对？可是你看蔡英文上来5年，这5年台铁有史以来死最多人的5年，对。而这过去1个月，我随便数，自强号那个故障3次，还失火，对不对？然后今天昨天早上，是今天早上，昨天早上台铁，今天早上哦，今天早上台铁又出轨，对，好，然后前2天台铁又卡在南洋大桥，我要问嘛，那怎么回事嘛？你马英九你每天骂他无能，人家执政的时候，我们执政的时候就没有这么离谱的事，1个月内你发生了，我看差不多有10次的事故吧，只是差别说有没有像太鲁阁那样有闹人命啊？只差别在这个地方啊。民进党的逻辑就一直在飘嘛，那以前在野的时候就说台电长电嘛，就台湾电绝对够嘛，执政以后也只告诉你不缺电，为什么呢？他就要跟大家讲说他的非核家园绝对万无一失，绝对百无一虑然后呢会发现说，今天如果一直讲不缺电，他就不用盖那个在藻礁上盖那个3接站了。所以呢，讲不缺电这个逻辑好像有问题，所以又开始讲缺电。那讲缺电，你当初答应不缺电，现在又讲缺电，对，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他从头到尾就是开始一个骗字。他而且要看你的题是什么，对，你的问题是问什么，然后他才能补上那个答案。对，有时候是缺电，有时候是不缺电。而且其实他也是欺负台湾人民因为真的很抱歉不客气讲，台湾民众真的有时候你可以讲说，比较善良啦那也比较容易忘记所以民进党的向来执政逻辑就是谎话说千变成真理那我们真的有时候要监督也很累，你知道吗？我就举一个例子，民进党之前不是就是一直讲我们经济好棒棒吗？对，就他拿一个数字说，台湾经济成长率这个多高，对不对？出口成长历史新高，对不对？那我就拿数据出来你都是靠大陆那你这要说把鸡蛋压在中国嘛，让台湾经济绑进中国就他就说是中国需要台湾，可是他可以完全毫无任何违和感的时候，以前忘掉他以前怎么讲的，以前他说马英九，你是把台湾的经济绑进中国，让台湾依赖中国，马英九那时候才39%，对，现在他们叫台湾依赖中国，他们到43%嘛，是不是？对，43%就是中国依赖台湾，那。我打了一次他们被修理到之后，最近风声习了，对，他又开始重新拿这个论点出来洗，一直在讲中国依赖台湾，中国依赖台湾。我要跟大家讲，我从来不是说民进党的，我的说法不是民进党让台湾依赖中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拿你过去的逻辑问你现在的逻辑，因为真正经济体系是互赖的嘛，什么叫台湾依赖中国？我们的两岸的贸易本来就是你依赖我，我依赖你，可是你不能说今天。你执政拿到的那个 S 的时候，你就跟我讲说是中国依赖台湾，就哪一种执政拿的是 S 的时候，你就说是台湾依赖中国，你这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双标嘛！你本来就是互赖经济体系就是互赖互赖有缺点，当然有但互赖也有优点哪有像你这样子互赖优点，所有优点都是你家的，那互赖所有缺点都是别人的，那这个就是现在民进党我觉得最糟糕的地方。那
回过头来，你说如果他弄到这种程度，那民调一样是50%几，大家都觉得他好棒棒。我其实也没有意见，因为台湾是民主国家啦，我没有意见啊。下次就让民进党继续执政嘛。那说真的，我们也只能说，我今天看到台湾的前途发展，我很忧心。可是我也没办法，我又不是我姓罗，又不是大罗神仙，对不对？你如果台湾人民做这样的选择，我们也只有一体重受啊。可是大家尽一个心，仔细去想想看，你真的觉得没有觉得有问题吗？搞不好民进党是想要造就一个新的境界啦，让我们百毒不侵啦。就台湾将来可以变成一个不怕缺电、不怕缺水、不怕瘟疫，然后也不怕所谓的空污的所谓的超级民主。好，我们经过百毒淬炼之后，就是变成金刚不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真的是天佑台湾了。